也不批上点就出来。再着凉了。走。你是真有事儿啊。季老板从不骗人。都当了老板了，这些事儿还自己做。我是想着先自己做一些试试，若是能卖出个名号，我就找刘伯帮忙，然后再给他分红。他是职工，他做这活儿肯定能做得很好。你别看这只是碎金，如何裁剪能更好的保留纹样，如何不勾丝，如何能粘得更牢固，这都是有学问的。那我来帮你。你会做？拿得起刀剑，这剪刀我还拿不了了。这不是一回事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回事了？好了，你就……郎君夫人，该休息了。我的帮手来了，进来。见过郎君夫人。郎君夫人，天色已晚，早些歇息吧。可是我还有很多没做。杨家规矩，不可无故操劳，要爱惜身体。您还是明儿再做吧。我记得杨家有一条规矩是说，为主分忧，同甘共苦。你忘了？那我帮您做。好。是。这规矩的人，剪裁一定方正。夫人还真是知人善用啊。好了，我现在有帮手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我不回去。明日你的夫君就要回到锦官府，夙兴夜寐，夜不归宿了。今日就让我留在这里，好好的看看你。我还是帮你吧。你不是要好好看看我？好，那我就只看你。白胜在明面上他还是个生意人，他以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在益州，定然不是桩巧合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这件事上还有用武之地。你还打算继续跟他做生意？那个白胜，要我说，比起生意，他怕是对你更感兴趣。你还真是什么人的醋都吃哦。但我已经嫁给你了呀。我自是信你，但我不信他。我也不信他，但我信你呀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许冲动行事，不许以身涉险。我呢就好好做生意，若是能查到线索最好，查不到也不强求，绝对不以身犯险，这样安心了吧？阿佳叫我过来，可是因为今日我冲撞了二叔公。今天的事我知道了，不算冲撞。
二爷有他自己的过错，叫你来，不是因为二爷的事，那是杨家的脸面。宗亲们对今天的事颇有微词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也知道你有才华，但对益州有贡献，可不等于对杨家有贡献。阿佳，英英也想有功于杨家，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如今英英已不是飞花会会长了，若是想为杨家尽力，不知还有何途径，还望阿佳指点。三郎名下有几间铺子，因为他常年不在，一直由家族代为照看。你若是有闲暇，不妨接手打理，你可愿意？英英愿意，多谢阿佳。那好，那我就着手安排人交接。茵茵，在杨家做生意，不同外面，不仅要懂生意，还要懂规矩和人情。英英明白。好你个季英英，你敢不给我脸面啊？你给我等着！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侄子是大唐在册的官员，尔等切不可自误。还是手下不会办事了。唐突了，杨二爷，来，请坐。我认识，你不是那个番商白胜？你干嘛要绑架我？其实，在白某看来，白某倒是觉得杨二爷要比杨老爷更加有才识。只可惜，现如今杨二爷在杨家，不但不能掌事，反而还要听杨石氏这个女人的吩咐。现如今又来了一个季英英，杨二爷，你在杨家就更没有地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在想，我想把杨家家主之位送给你。你说什么？家主之位送给我？你少在这胡吹大气了！你以为家主之位是什么？家主之位是你们家后院的那些盆栽盆景一样，你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呀。一场合作罢了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不妨听听看。绝不！我杨家事说到底是我们杨家人自己的事情，我绝不与虎谋皮。你就不担心杨家将来姓季吗？看来杨二爷还是很在乎这次机会的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不着急，来，坐，我们慢慢聊。
你公然进入我赵家，是生怕外人不知道你我二人的关系吗？现如今很多人都知道我白某心醉于蜀锦，在这益州城之中，于家、杨家，我都已经会过面了，唯独你景王赵家，我置之不理，那在外人看来，岂不是会更加生疑呀？说吧，这次找我是为何事啊？既然来找你，自然是有事。杨家在长安的所有商客，都在这本册子上。这是从何而来？等你从长安回来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你要让我去长安？去长安，拉拢所有的商客，让他们从今往后指定赵家经营，毁了杨家的生意，让杨家乱起来，那季英英自然就没有藏身之所了。可杨家经营多年，根深蒂固，岂是说扳倒就能扳倒的？那就要看你赵二郎君的本事了。我要你出钱，购一批当下最时兴的杨家锦，送往长安。说来听听，你要多少啊？至少50匹。好，50匹。赵二郎君可知道这50匹锦它值多少钱呢？应该够白某买一个长史的官职了吧？不过白某很好奇啊，若是我把这笔巨款给了你，你能给我什么回报啊？搬到杨家，我会届时收购，到时候将整个杨家拱手相让于你，够吗？赵二郎君，这笔账他不是这么算的。我给你季英英，你给我杨家，这是一桩生意；而那50匹锦是另一桩生意。不过好在，你身上确实有我想要的一样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赵家花本。花本是锦户立足之本，我将它给予你。我干脆把整个赵家拱手相让给你好了。赵二郎君，你在乎过赵家吗？别说赵家了，整个益州城的景业你都没有在乎过，你唯一在乎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季英英，难道不是吗？飞花会、赵家、杨家、于家，你图的是整个益州锦业啊！你到底是何人啊？我是知你所求，且能帮你的人。你行吗？夫人，我不行。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鄙人姓孙，是三郎君名下2家店铺的掌柜。三郎君的铺子就在前面，2位随我来。您看，
那家和那家那是大郎君名下的2间锦铺啊，后边那是二郎君名下的绣铺和成衣店。哎，后边那个那是二爷的茶庄，哎呀，绣楼啊，那个是三爷的染料坊。哈哈，哎呀，这条街上杨家的铺子比这牛马都多，像这样街有5、6条。杨家是真富裕啊！哎呀，要不说您嫁了杨家是您的福气呢。哎，是杨家有福气，能娶到我夫人。哦，是，都有福气，都有福气。哦，这就到了，就是这家。孙掌柜，哎，这锦缎为何都摆放在外面？三郎君、三少夫人，是鄙人经营不善，能力有限，这店面面积太小，只得在外面铺陈一些，还望二位见谅。夫人请。孙掌柜，哎，麻烦你把账本给我看看。是，您稍等。制工是不错，但就是样式太过时了。夫人是打算在这里大展拳脚呢，还是随我一同回去讨个说法？你看，杨家的生意做得那么大，却偏偏给我夫人一间这样的破铺子。况且杨夫人早就知道我会随你一同前来，想必他们已经做好了我们会闹的准备。容我再想想。哎呀，刘老婆，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们这锦啊，刘伯，卖，你就看在咱们都为杨家做事的份上，先卖我吧。怎么回事？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这是我府上的职工刘伯，下个月他女儿出嫁，想买块锦做雀扇，但，哎呀，刘伯，不是我刁难你，这实在是零买不得呀。我知道，我都跑了1天了，所有的商铺都不肯做我这芝麻大的生意，我也想多买，可我买不起呀。哎呀，惭愧呀！至今多年，女儿出嫁，我这个做阿姨的，连一面出锦雀扇我都买不起。去给刘伯挑一份合适的钱。哎，三郎君，这个使不得，我哪能要您的东西呢？快去！我哪敢收您的钱？我去拿便是。刘伯，杨家庶子不得入锦袍。那年我好奇偏要去看，是你把我给藏起来的，你忘了？这本不值一提的事儿，三郎君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。刘伯，这是三郎君和少夫人的一片好心，你就收下吧。多谢，使不得。祝郎君和夫人早生贵子，福寿延绵。夫人想什么呢？我刚查了铺子的账，发现一些问题。这铺子的流水少得可怜，库存里的都是一些残破的、不时兴的旧锦，根本无人问津。哦，原来宝是在想我。想你做什么？你不是好好的？我，其实我也没完全好，
还帮夫人垂泪。夫人，你看我这手啊，到现在还提不了重物呢。啊，夫人，你如此戏耍一个身负重伤之人，不好吧？啊？张嘴。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，今天有感人了。身上有伤，静下来。魏夫人，请勿见怪。也就是英英吧，愿意信你这鬼话。就你这张嘴，哄骗多少小娘子？阿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你从小看我长到大，我何时哄骗过别家娘子？闭嘴吧你！谁看你从小长到大了？哎，他身子还未痊愈，不能饮酒。哎，没事儿，可以喝一点儿，啊，就喝一点儿，一点都不行吗？你说呢？不能喝酒啊，莹莹。那日诸葛红来我这儿拿了2坛酒，不是你喝，是送人了，送人了。阿姐，阿姐，你这……杨静兰，我错了。你的伤好没好，可以你说了算，那是你的义举。但你能不能喝酒，得我说了算，这是我的脾气，懂吗？懂。不喝了，不喝了啊，一点儿都不喝了。这样吧，夫人，咱们聊聊正事吧。你刚刚琢磨了半天这铺子的情况，这是打算接手了？以前我从未正经打理过铺子，要从破铺子开始学，也好。锦上添花，不如力挽狂澜。夫人这是有什么想法？蜀锦贵如黄金，又从不灵脉。许多像刘伯那样吃了半辈子蜀锦的人，恐怕连1尺像样的蜀锦都买不起。可是蜀锦对他们而言，甚至蜀地百姓而言，意义都是非比寻常的。咱们铺子里的锦，可能对于豪绅而言不够实心，但它仍然是好锦啊。不如我们将那些卖不出去的碎锦做成一些小玩意儿，譬如首饰的包装、小香囊、团扇之类的。虽说比寻常的荷包贵一些，但是百姓也买得起。既清了旧货赚了钱，又能让寻常百姓同享蜀锦之美，夫人睿智啊！但是光靠我们铺子里的锦还是不行，还需要再多一些款式。无论新旧大小，只要样式好看，价格便宜。夫人这是有主意了。你要的50匹杨家锦，连车带货，在城外20里处。这个玉佩是信物，你拿着，就让他随你一块去长安吧。如此短的时间，就可以调用如此多的金钱，简直富可敌国呀！你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人？哼！赵二郎君为了心中所爱孤注一掷，放手豪赌。其实，白母跟你是一样的人，只不过我要的比你更多，所以赌注自然也就更大。赵家的绝密花本一半都在这箱子里了，而另一半等事成之后交付。好啊，那就祝赵二郎君一路顺遂。这长安一事也并非1、2日能成。那这些时日，你打算在益州做什么呀？现如今杨家虽然是杨氏是长氏，但是他也得受制于杨家宗亲啊。这杨静兰
拒绝了杨家宗亲的示好，那个季英英呢，又从各家拿了一些旧锦碎锦。他的性格你应该很了解，他绝对不是个无的放矢的人，他定有后手。只要他有一点点动作啊，杨家宗亲就会用家规来对付他。这些个宗亲啊，利益和喜好很难统一，但是要讨厌起一个人来，还真是统一的很呢。在他们眼里只有一句话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你收买的是杨二爷吧？不愧是赵家主啊，消息真够灵通的。我这个家主向来能力有限，但是我也向丈人讨了个人情，即便他不在益州，也可以在益州护你周全。好啊，那就祝一切顺遂。一切顺遂。告辞了。不送。哎。主任，这赵修元可是怀疑你身份了。他才不在乎我的身份呢，他在乎的就是牵制他的盟友。不管他。对了，你可知道另一半赵家花本在什么地方呀？咱们的人日夜盯着。昨夜赵修元取花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记下了位置。待赵修元去了长安之后，便尽快潜入，将其复制出来。有话就说，恕你无罪。是。主任，您此次出行是为了兴盛咱们南诏的锦业，如今咱们所掌握的工匠还有花本，已经绰绰有余，就一定要拿到杨家的吗？如今杨静兰已经盯上了咱们，这牛锦也避其锋芒，何不趁早收手，早日返回南诏？属下借阅。行了，起来吧。你说的对，现如今我们也已经够了，但是出来之前我说过，我要的是全部，所以我就必须要拿到全部。人就是这样，一旦习惯了将就和退缩，他就永远攀登不了顶峰了。是。精致而小巧，好看又好用，不错。茵茵，你一定不是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人，但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做过吗？因为穗锦利益太小，他们瞧不上。不是，是因为观念，就像贩夫走卒也不敢设想自己能拥有蜀锦一样。可是观念本就是从无到有的，只要不违背天理伦常，就有它存在的道理。我们将穗锦做成小物件，既不浪费锦，还能让百姓享得蜀锦之美，何乐而不为？做生意有想法是好事，但任何一条新路都会有争议的，你可要想好了。茵茵想好了，我想试试。拿什么试啊？就靠你店铺里那些陈旧的锦样。
2位阿兄已经答应将铺子里滞销的锦缎，还有成衣铺的碎锦低价卖与我了。大郎同意不奇怪，这二郎你是怎么说服的？我说服了二嫂。你是懂得抓关键的。也不披上点就出来。再着凉了。走。你是真有事儿啊！季老板从不骗人。都当了老板了，这些事儿还自己做。我是想着先自己做一些试试，若是能卖出个名号，我就找刘伯帮忙，然后再给他分红。他是织工，他做这活儿肯定能做得很好。你别看这只是碎锦，如何裁剪能更好地保留纹样，如何不勾丝，如何能粘得更牢固，这都是有学问的。那我来帮你。你会做？拿得起刀剑，这剪刀我还拿不了了。这不是一回事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回事了？好了，你就……郎君夫人，该休息了。我的帮手来了，进来。见过郎君夫人。郎君夫人，天色已晚，早些歇息吧。可是我还有很多没做。杨家规矩，不可无故操劳，要爱惜身体。您还是明儿再做吧。我记得杨家有一条规矩是说，为主分忧，同甘共苦。你忘了？哦，那我帮您做。好。是。这规矩的人，剪裁一定方正。夫人还真是知人善用啊。好了，我现在有帮手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不，我不回去。明日你的夫君就要回到济官府，夙兴夜寐，夜不归宿了。今日就让我留在这里，好好的看看你。我还是帮你吧。你不是要好好看看我？好，那我就只看你。阿公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正好经过这儿，看着灯亮着，这门也没关，所以这也是杨家新买卖嘛。我这个家主，那不得来看看吗？是，您快请进。看看人家。哦，在贴锦盒啊，这个我擅长啊。来，我来给你们贴一个。哎，有劳阿公。哎，嘿嘿嘿，这个。哦。你现在有出息了，这是个好事儿。牛锦那儿不用怕。
杨家年年给节度使供奉，牛金就是再跋扈，他也不会把节度使的摇钱树赶尽杀绝。是，多谢阿公。杨家的这些宗亲呐，都还是那个德行，既好礼又好颜面。他们现在呀，是既需要你，又忌惮你。不管你在外边当多大的官儿，只要回到杨家，他们就会用各种伦理纲常、家族法规来整治你。看见这些人我就心烦，所以离他们远远的。不过，你们要有什么麻烦就往我身上推，我好歹还是个家主嘛。好，我们晓得了。家主，哎，贴歪了啊，歪了，哎，没用。我在这儿没用，我有用的地方。你看看这个锦盒，贴歪了，可以把它撕下来重贴。那人要是做错了，就不能给个机会重来一次吗？我这辈子最对不起、最后悔的，就是不知道你阿娘真正需要什么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你就不能给个机会让我了解自己的儿子吗？阿公，您别着急，我们刚回杨家，一切都慢慢来。我能不急吗？这稍微有，这不是有个机会我就颠颠的跑来了。哎，那人家还不领情，我连饭都没吃。等了吧？是呀，我给你们煮点馄饨，暖暖身子。他刚才说我们吗？是，我们。是我们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蜀锦荷包，锦荷，大家过来看一看呀，都是蜀锦做的。哎，大家来看啊，你看这荷包多漂亮！对。白郎君，这些蜀锦荷包多少钱？20文一个。哪个是你绣的？有卖无类，白郎君挑到哪个就是哪个。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应该是新娘子用成衣铺子里面的碎锦制作而成的吧？新娘子做生意还真的是一把好手。那个荷包绣工不太好，白郎君换一个。不必了，白某倒是听说晋娘子绣工一直不是很好。多谢。哎，您好，好精致的锦盒呀，怎么卖呀？30文一个。这么贵？金子做的呀？哎，这可是益州城前任锦王杨家锦制成的锦盒，娘子还觉得贵吗？这真是杨家锦，童叟无欺。这杨家什么时候卖这玩意儿了呀？杨夫人体恤益州百姓，
皆见蜀锦之美，难得蜀锦之用，所以便做了这些碎锦。虽然价格是贵了些，但大家也买得起，这样也算多多少少都用得上蜀锦了。这杨家是织锦世家，果然宅心仁厚。这个锦盒我要了，以后啊，我也是有蜀锦的人了。就是，哎，这个呀可是杨家锦做的，是杨家锦做的。对，这是杨家锦做的荷包。是。好。再来，要不要再看看锦盒？这锦盒不卖了。这锦盒30文一个。这锦盒不卖。二叔公想要锦盒，您可以再挑个别的。这个是这位小娘子先看上的。不光这个不能卖，你们把已经卖出去的给我用双倍价钱都给我赎回来啊！是。二叔公是何意？何意？杨家锦不散卖。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三侄儿媳妇儿，你会铸成大错，故而二叔公来亡羊补牢。二老爷，西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说去。慢着，我做碎锦生意是阿公阿家都同意了的，难道二叔公说话的分量高过家主和长氏吗？诸位，我杨家大嫂操持家务，劳苦功高，难免有疏漏之处。我杨家大哥就是被你这个装模作样的鬼样子给欺骗了。我身为杨府宗亲，有监管之权。我断不可能让你这个小小的晚辈丢了我杨家的脸。若是我不肯给呢？收。多谢二叔公照顾我的生意，晨会300文，请付现钱。给钱！你个气盈盈啊你！我家二叔公家大业大，不会生抢直袭的东西，丢了杨家的脸面。对呀。我说了不给吗？我给，你等着啊！这事没完。多谢二叔公。二爷在家向来保护，再少夫人小心呐。我季莺莺也不是好整的，今日卖光了，收摊。哎，你拿去。好，走。哎。虽然今日之事不算什么大事，但是只要加以挑拨，它就会成为季莺莺和杨家宗亲之间矛盾的开始。那这个荷包不在你的谋划之内吧？你我之间是有合作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你的，有一些东西它不是你的。可是依他的年岁，我阿爷出世那年，他还只是稚子之年，这对不上啊。但是若他只是走私，他何须亲自千里迢迢来到益州？他后来接近我，又是要做什么？不用急，这些事呢，交给我去查。交给我去管，夫人，可还有更要紧的事情？什么？
杨家的妖魔鬼怪可不好对付着呢。夫人，你要小心了。他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哎呀，这三郎，这是家宴，你当了这个督察之后，你就官威太大了啊！你连我们杨家家宴，那女眷是不能上台面，这条老规矩你都忘了？这便是你与督察说话的态度吗？哎呦呵，这是家宴，不是你警官府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啊！杨敬林，你是忘了小时候我怎么揍你的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话吃饭就吃饭，你别拿筷子指着我，今天。啊，行了，一家人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吃顿饭吗？啊，三郎的媳妇刚嫁过来，咱们家饭桌上也不缺这副碗筷嘛。最主要的是，让他借这个机会，认识认识宗亲长辈们。可别家的媳妇儿，也没这个礼数啊。再者讲，三郎的媳妇儿嫁过来也不光彩，也没资格登这大雅之堂。哟，夫人，你看这筷子是什么迂腐老木头做的呀？怎么轻轻一放就断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我去换一双筷子。哎，三郎说他吃好了，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茵茵，你先坐下。茵茵入宴是我准许的，我也是女眷，我能出席此宴，且经营杨家的生意，是承蒙各位宗亲和主事的信赖。我请茵茵入宴，是因为茵茵亦不是寻常女子，不仅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日后也少不了经营我们杨家的生意，所以参加宗亲大宴是早晚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说道的。哎，阿嫂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能懂了。飞花会会长，她现在是我杨家的媳妇儿，那这飞花会迟早得入我杨家的名下。是呀，二爷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叫着一起吃饭呢？原来是场鸿门宴啊！三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算是杨家对我夫人有恩，也不该把我夫人的商会算作是嫁妆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你说谁呢？这么说话的？夫人别怕，谁敢让你不舒服，我就让他们更不舒服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我这新官上任的3把火会先烧到谁的身上。没意思，这菜一看就难吃。夫人，要不我们走吧？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真的告退了。乌烟瘴气。你说什么？杨静兰，大哥，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呀？就是他说谁乌烟瘴气？这个饭吃的确实是没什么意思。不吃了。大郎，先送阿姨回去休息。是。果然很难对付。竟然还惦记你的商会。
阿佳若是想要我的飞花会，那他便会一早就与我谈条件。这只能说明他想要的更多，筹谋的更少。这位主母，他不是坏人，但眼里只有生意。说起来，他比这所有姓杨的都更像杨家人，所以他才能当这个长氏夫人。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，就算阿佳有自己的筹谋，我相信他会与我公平交易的。可是这杨家是个大家族啊，哎，在家族里生存和做生意是一样的，一开始就给出最差的态度。 这往后你稍有退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体谅懂事。一开始你就给出最好的态度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离经叛道，忘恩负义。你以前是不是吃过很多苦？有些教训只有摔了跤才能学会的。才没有，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聪明。 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你只是放不下情面，怕我和家人关系更僵。才没，我这是先礼后兵。嗯，我信。哎呀，饭也没吃成，肚子真有点饿。我也是。那要不然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 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我去给你做。夫人，三郎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也和喜欢的女人成了家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别再折腾了。老爷是担心我害三郎。 你不是害，是利用。你为什么让三郎的媳妇儿参加宗亲大宴呢？在饭桌上，你为什么要提那个飞花会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借助季莹莹的勇和三郎的职位来整治那帮宗亲吗？茵茵嫁到杨家，并没有白久。今天宗亲们都在，顺便认识一下。 不为过。茵茵秀外慧中，她的才华老爷不知道，但日后你会知晓的。别人不知道，三郎抢了二郎的钱，但既然嫁到我杨家，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。 我一心想的都是杨家，问心无愧。你对杨家好，不容置疑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要败了会怎么样？你看大郎，至今都不愿意再娶，这还不吸取点教训吗？ 三郎跟大郎不一样，茵茵跟玉娘也不一样。这两个相爱的人能不能在一起，不在于外面的阻力，而在于他们自己。哼，两个人都相爱了，他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阻力？相爱跟成婚那是两回事儿。 相爱的人未必能够在一起，但像我跟老爷这样门当户对、相敬如宾，也许会相守一生。
尝尝。怎么样？自从我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，身边有家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好酒啊！谢。真香。想得美。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秦妍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
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我阿爷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爷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爷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英英，我不会像阿姨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、更自由、更肆意、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。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他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，从未食言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这千岁，可是那我不识抬举婉君夫人那条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何遂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天有光印在你的身上，我才有的灵感。啊，我还记得你说，我杨静兰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
哎，会长，这成亲之后第一次见你，这杨家办事仓促，爷都没闹上洞房。哎，杨老三伤成那样，没留下什么隐疾啊？34，你怎么能在未出阁小女子面前说这个？对，他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闭嘴！行了，别闹了，我今日来是说正事的。平儿，你把大家都喊过来。好。再给我笑你！再给我笑你！哎，别！我意思。规矩，入袖未干，你懂得什么是规矩？什么风把二叔吹来飞花会了？杨家的风。三郎媳妇儿，这飞花会在你的名下不是？你又加入了杨家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飞花会就并入杨家了。飞花会是众家共同建立的，杨家怎么能把其他家也划进来呢？众家，行，听三郎媳妇的。那以后众家就跟杨家合营，杨家经营有度，以后呢，杨家占大头。你们众家占小头，就这么定了啊？凭什么？因为季茵茵是你们的会长，凭她嫁入了杨家，那杨家的规矩就得比飞花会大，懂吗？哼，二叔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呀。但是现在飞花会与我无关。新会长，您与他聊。二爷，我这样做。是希望飞花会能走得更远。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若还继续担任飞花会会长，那飞花会必定会成为杨家的一部分。那到时候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全得按照杨家的规矩来，这样便会大大限制了飞花会的发展。所以为长远计，我必须卸任会长。爷爷的顾虑是对的，就如同今日，你们也不想飞花会日后处处受到杨家人的辖制吧？好，便是你不在了，这飞花会，爷爷该罩着还罩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，就是要选出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什么？会长？那这新会长必定也得是个才华横溢且能服众的人才行。哎呀，不光才华横溢，更要有担当，最好是出自书香门第，风流倜傥之人。那个各位如果信任爷的话，这会长之职啊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新会长也必须得姓桑才行，对吧？这样啊，我们飞花会什么事情都摆在明面上，向来开诚布公。想要担任会长一职的，我们举手表决，请举手。来，举手。好，同意我阿兄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同意陈三郎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目前陈三郎的票数最高，所以由陈三郎来担任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我阿兄和平儿平票，那就由他们俩来担任副会长。新会长的决策，副会长若是不赞同，那这个决策便无效。三郎媳妇儿，你这就不妥当了吧？你都已经嫁入我们杨府了，那你的产业该怎么处置，得杨府说了算。你这不妥当吧？夫人没与我说过这些，三郎也未与我说过。
怎么倒是二叔来教我这些规矩？难道杨家的规矩是二叔说了算？你少拿夫人压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外人面前，我是长辈，你跟我顶，你伤的是杨家的脸面，那事儿可大了。冒昧的打断一下啊，杨二爷的来意可是在于我们飞花会的归属之事。对，你算是一个懂事儿的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和我们家三郎媳妇的关系很好，你们若是不想看着他以后在杨府被欺负，趁早归顺了我啊！我当然了，在生意上呢，我对大家都是多有恩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杨二爷真是慷慨啊！我这做了新会长，确实应该做出一点变革啊。那就请杨二爷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。会长，我这个新会长行吗？你得相信自己能行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的会长只有陈三郎，没有季英英。你我都是飞花会走出去的，你是扛着会旗的，我只是带头打架的。走到这个地步，我是应该站出来，但我总觉着我与你之间还差了好些步呢。取会旗，去换花薪，举行新会长之礼。要带我去取。走，走吧。走吧，新会长。别取笑我了啊！哎，十字，别吃醋了，下次你当。嚯，写什么呢？杨静兰，男，益州人士，少时喜骑马，好舞剑。怎么，在写自己的罪状？他想更深入的了解我，我呢也想告诉他，我们两个现在这算是彼此靠近。你们这都已经成婚了，还想怎么靠近？这成了婚，反而有些话都不好说。不管怎样，祝你们琴瑟和鸣，白首偕老。成婚只是权宜之计。权宜之计？怎么？你想悔婚，不想娶她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便是我娶了她，我也不能不在乎她的感受。我们两个成亲，那是感情的开始，不是感情的终点。怎么，不喝了？玉掌柜可说，这可是你最喜欢喝的酒。是啊，是我最喜欢喝的酒。
但我夫人也说了，她不让我喝。番商这边一直在查，明里暗里需要南诏的番商众多，真正排查起来还需要些时日。白胜那边也一直派人盯着，但是他府外一直有人护卫，咱们的人不敢靠太近。朱哥，你再派人去到南诏，找高兄帮我取样东西回来。什么东西？截下某人的狼皮，一个让他原形毕露的东西。起来了！当初我们聚在一起，是被大染户逼得走投无路，是为了求一条生路。后来我们有了生路，飞花会越做越好，让所有的小染户都有了成功的路子。陈三郎，如今我把飞花会会长一职交给你。我问您，你可曾记得我们当初成立飞花会时的誓言？我们绝不以出身论英雄，绝不固步自封，绝不攘内排外。我们携手并进，扬名一州。我做成的事，你也做成了。接下来，你可以立你自己要立的规矩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永远为你留有一席之地。既英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我让你立飞花会的规矩，没让你对我讲义气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平儿，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哎，这不是白郎君吗？好久不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季娘子。找季娘子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就行。上次未能雪中送炭，今日特意过来致歉。这样，你稍等一下。会长，不是钱会长，我觉得有问题。咱们出事的时候他都没来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好。我知道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倒要听听白郎君想说什么。说吧，白郎君。若是再来一次的话，白某或许
还是会说那样的话。让我为奴？让你为奴？季娘子是不是误会了？白某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思。果然，今日白郎君不是来道歉的。那白某呢？只不过是一介商人，这在商言商，白某怎么会跟这么好的生意伙伴撕破脸皮？再说了，在益州的景业里，白某绕不过季娘子，季娘子也绕不过白某。那你我之间为何不握手言和呢？盛丰泽，白胜，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？不可能啊！我同意白郎君的观点，你我同在一城，何必剑拔弩张？但是趁人之危的生意伙伴，我受不起。哎，这季娘子说这番话，有些让白某寒心了。白某只不过是开了一个价钱，季娘子没有同意罢了，何来乘人之危啊？更何况，白某对季娘子也有一半真心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今日白郎君来不是为了道歉，是为了表真心啊。好，茵茵在此谢过白郎君这一半真心。若没有其他事情，茵茵先告辞了。季娘子，下雨了，不如白某送你回去啊。这样的小雨，也不算什么，多谢白郎君。季娘子既然已经接受了白某的一半真心，那白某为季娘子打把伞、挡个雨，应该不足为奇吧？夫人，下雨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夫君来接我回家了，多谢白郎君。多谢白郎君送我夫人一程啊！杨警官腿脚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夜路走多了吧？不然也不会如此严重。那也奉劝白郎君一句，少走点夜路，免得摔得更惨啊！夫人，回去。